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思敏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在中东现在战事随时要引爆，伊朗这一回会祭出的，包括它的无人机蜂群，再加上中国大陆的电战系统传出来有做帮忙伊朗做支援，再来就是弹道飞弹，要对决的是美军的航母。中美2-1走到开火的边缘了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注。我们赶快来看到是最新消息，来自于今日以色列报最新揭露的美军在中东，他说呢，兵力所有的布局都已经完全的全方位到位了。赶快来看到目前美军方面做了哪一些准备。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伊朗则是完全的备战，又准备了哪一些在武器上面的细节。先来看到美军方面，林肯号正式抵达中东，随行的包括了6艘伯克级的驱逐舰，还有2艘的核潜舰，据传也在这当中。而第2艘航母现在呢，更是已经在路上了。林肯号包括它的甲板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已经布满了各个型号的战机，这当中包括了 F-35C。逆中战机，还有超级大黄蜂等等。另外就是这个林肯号航舰打击群核心的战力，这边根据了解都是来自于多艘满载战斧飞弹的伯克级飞弹驱逐舰。而五角大厦在此刻也罕见的公布了它的雷射武器正式的进入实战的部署当中了。赶快来看到空中又做了哪一些的准备，包括现在呢，因为情势太紧张了，所以往返以色列的国际航班已经出现大规模的避让，还有包括往返黎巴嫩的航班。而西海岸地区也出现说被看到大量的美国跟以色列的无人机在上空做盘旋。那伊朗方面当然完全的备战，不甘示弱，赶快来看到伊朗方面做了什么样子的准备。先是最高领袖哈米尼已经进入到地下碉堡，在碉堡内说要指挥作战。革命卫队也将大量的悬挂国旗放在他的舰艇上面，推进阿曼湾的周边关键航道，警告川普，伊朗已经随时都准备好要开火了。而现在来自于军事网站，军事专家也做了一个分析，其实就算美军到现在部署了非常多的准备，但是对于美军来说，其实是充满各种的压力的。来看到伊朗部署了哪一些武器让美军倍感压力，包括无人机蜂群，预估会做饱和性的攻击，针对不同的航母。而伊朗的导弹一次发射可以达到数十甚至是上百枚，在对于美军来说，拦截是一个事情是非常消耗的。另外，补给线也会是美军的致命弱点。伊朗也公布了射程超过了6000公里的新型洲际导弹的影片，但是未经外界的证实。最后来看到是传出呢，中国大陆为伊朗提供这种新型的电战设备，是可以探测甚至干扰到的是美方提供给伊朗的这一种星链上面的设备。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了？美军一次推进了2艘航母，还把这个雷达武器全部搬上了实战部署，这是战略吓阻吗？中东这一战看起来是已经完全无法避免了吗？现在这个因为林肯号它也花了大概1个多礼拜啊，这算快，从这个我们中国南海地区赶过去了。但是那个时候的伊朗情势还是比较紧张的，地面的情势还是在伊朗的政府还在镇压逮捕这些就是起事的分子啦。那现在的情况，伊朗的内部事实上已经比较平和了。那街头的暴乱啊，还有这种大规模的逮捕啊，甚至大规模的这种处决人犯的这种情况，好像也没有出现。因为最初本来说有800个这个犯人抓到的，在街头闹事的或者说跟外界有互相勾连的那被逮到了。本来是按照伊斯兰律法的话，那可能是要处决的。结果呢，川普那时候说：“哎呀，他们跟我们谈了以后这个800个人基本上不杀了。”那所以现在地面情势是已经没有当初那么热了。可是呢，周边情势反而紧张起来。那这边很多的报道都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对伊朗实在是高度警戒的。那他也攻击过伊朗好多次。那现在美国的这些大批的战舰都到了以后
会不会发动这个直接的攻击？因为有人说这么老远去，除了1艘航母，还有6艘伯克级的舰艇，2艘攻击性潜艇啊，这些的军力是可以掀起一场大战。不过我们没有听说大量的，就是说要这个陆上的战斗人员，就是说不管是这个海军陆战队，或者说正规的要登陆的这种装甲部队，好像没有要动员。那也就是说，这场战争的形态看起来可能就是说这种远距的超视距的攻击，那就是用这个空中的武器来对打。那现在我认为美国这个现在要打起来，事实上美国已经准备好了，架势拉开了，对不对？那个伊朗也已经全面备战嘛，对不对？哈梅内伊已经进入了这个地下的这个指挥中心啊，所以看起来一触即发。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第一个，伊朗他说你打我的话，我也要报复，那很可能是打这个美军的在这个海上的舰艇，还有一个伊朗说打你附近的美军基地。光在这个附近美军基地，美军可能都是好几万的部队这个地面部队。那美军是不是准备好了？他在附近的这些阿曼湾附近的好些，甚至在沙特的一些美军基地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那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川普的问题现在蛮多的。那他的里面的一些所谓的 MAGA 派的一些传统支持川普的。最近有一些人跟川普怎么样割席而坐，有好几位，包括一位众议员。那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我当时支持你的时候，就是你批评民主党滥用武力，在海外参加了一些没有意义的战争，都是民主党啦。所以呢，你当时说你当选以后，你不会再打海外战争。所以当时这个美国在是第一次攻击伊朗跟第2次攻击这个委内瑞拉的时候那有一些人就已经退出了，这是 MAGA。所以这个如果是一般民主党人反对的话，川普可能不会那么在意。可是如果他的 MAGA 阵营的人会说，你当时支持你就是因为你不胡乱用兵，那你现在突然你又打了这个伊朗，那可能会造成他国内那么 MAGA 阵营的进一步被分裂掉，那这是他的问题。第二个就变成就是说，战争可能都要在那个节骨眼上打。那你现在这个伊朗内部的情势已经迟缓的时候，你打伊朗的用意是什么？对不对？你可能有胜算，可能问题就是说你愿意承担你的损失，可是你的出兵的目的是什么？师出要有名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情势虽然紧张。可是我觉得，真的要打起来，对川普来讲的话，那可能是弊大于利。那如果是对他的政治的处境弊大于利的话，我觉得他会很审慎。好，原本川普是说他在第2个任内的时候，他是不会在海外动武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一回看起来是战争一触即发。那当然，川普前提也有说过，他说在2个月，他认为伊朗就可以永和了，所以他们应该要先动手。就看接下来美方的动作是什么。那刚刚其实讲了嘛，伊朗方面则是已经完全的做好备战的准备了，包括启动他的无人机、海跟飞弹都在远端做好了准备。这一种武器能够打败美国的高价值目标吗？干哥怎么看？对，刚刚大使讲没有错，就是说你今天到底要怎么打这场仗？我今天到底是要实质占领，就像沙漠风暴自由伊拉克这种行动，那是真正陆战队要上去的。陆战队要上去，一定牵涉到调动，牵涉到调动的话，就是全球部署，那所有的后勤指挥跟支援都要跟着上去。你现在看了没有？代表说，今天你要干预伊朗国内的这个政治局势，坦白讲一句，那你要有非常多的动员。可是我们没有看到美国的后勤有在动员这样，所以你可能要在援引这个去年那个12日战争去修理伊朗，把它的核设施给击毁的话，那现在美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因为你这次的目标不是核设施，而是想要把哈米尼这个政权给拉下台来。那恐怕需要地面部队，没有地面部队，你要怎么样去真正？因为你要知道，你的目标应该对于大部分伊朗人而言，他们是无辜的，你只是对于神权政府
你想要拉下台来，可是你今天如果不派地面部队，甚至不派特殊任务小组的话，你根本做不到。尤其是你今天派了航空母舰啊 ，CV-72林肯号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波斯湾了。那另外一艘可能是罗斯福号 CV-71也会到。那2艘航空母舰他们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可以告诉各位，他们如果要派战机真正到德黑兰的话，那直线距离是1000公里，那已经到了战斗机的极限，除非战斗机在空中进行加油，而且不止加油一次。对，所以真正你要忌惮的不是光是这个，你还要稍微退后一点，不能太靠近。为什么？因为伊朗如果真的照他所讲，照革命卫队他所讲，一次恐怕是数十到数百枚的无人机的话，这双方都牵涉到什么？因为像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在俄乌战场上面已经被证实非常有效，因为他们都支援给俄罗斯用，非常有效。那但是呢，如果说他要攻击在海上的航空母舰，它的航程到得了到不了，那美国呢也一样，怕会被他打得中的话，数百枚群风式的无人机直接进袭在波斯湾上面的美国航空母舰的话，那美国承受不起。大家要知道，美国航空母舰只要中弹，那是全球头条新闻。不要说把它打残了，它只要中了一发，那很可怕。当然，伊朗他们现在有很多宣传媒体，他们甚至挂在那个街上都说，你看，这就是美国航空母舰的甲板，已经变成从白色变成红色了。他们那个画的那个漫画还真的很写实。但是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你可能把它贯穿可能，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打成，那必须至少要数十架的无人机都命中目标才做得到。所以我觉得川普跟哈米尼现在互相对方都在试探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打这场仗。可是我觉得对于川普而言，不打不行。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真的没有一些有效的作为的话，那你上次所建立的美国真伟大的那种概念，你就会被人家打破了。就说哦，原来你去伊朗也不敢真的教训对方，因为他背后可能有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所以你也顾此失彼，你会担心，你不敢真正的出手去教训伊朗。这就是川普他必须要去思考，他接下来他能不能够在他的大国博弈之中真的能够赢得胜利。所以对于伊朗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很值得观察的是，只剩下几天了，美军已经到了前线，不可能中途说啊没事了，对，回来不行嘛，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嘛，你要像以前打伊斯法罕的地下核设施一样，今天我也打了哈米尼在革命卫队的德黑兰地下的碉堡，打一次给你看看，你也许不会真的把他给打死，你不能再用 GPU 的57的钻地弹对付他嘛，但是你总要做一些让大家全球看到你美国的决心。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战云密布，很可能接下来会让大家都要跌破眼镜。好，美军都已经这个武器呀，它的所有的航母都已经走到最前线了，就看下一步川普会怎么做决定。不过，除了要考量自身在军事上面的实力之外，还有就是地缘政治，甚至是中俄在这当中也有角色。那这一次传出来报道说，中国大陆也有寄出这种电战的技术给伊朗，可以阻挡下星链，做星链上面的干扰。中国大陆有可能真的做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支援给伊朗吗？中俄在这当中又如何左右这场战争，或者是介入多少？上志哥怎么看？我想这2年涉及到中东伊朗方面的战局，始终都会有传出说中国大陆支援武器等等说法。但到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些消息基本上都是自媒体当中的这一些自媒体主所发布的。那我们看，其实最早来说，就2024年10月，当时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部分的冲突的时候，10月的时候，当时就是以色列发射了很多的飞弹。但是呢，就伊朗基本上好像都打下来了，外界都不相信伊朗有那么厉害的，所以就那时候就开始说，是不是由中国大陆提供的防空的这个武器？但事后证明，其实是俄罗斯的 S-300跟 S-400啦。那当然，一直到现在来讲，特别是单这2天，就又有这个自媒体博主宣称说，在中国大陆有连续56小时之内有16架中国大陆的运输机、大型运输机送去了，没照片哦。所以我们现在这几年听到的都没有照片。那但是目前我们传闻下来积累，中国大陆
江湖传闻到底已经给伊朗哪些武器呢？首先传最多的就是轰七9B，那当然作为防空性的系统，另外还有歼10C跟空警500枚照片啊。好，我们来讲中国大陆会不会给伊朗武器？我觉得从这些欧美的外围自媒体之外，我们也来看看在中国大陆里面有没有一些自媒体博主谈到这方面的事情呢？其实很少。虽然也有人说可能有，但是那种暗示性的部分东西都比较谨慎，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中国大陆对于这方面的内部控制的消息，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像消息走漏，只是中国大陆的里面的网友们也很爱猜，我们的武器那么厉害，怎么不给伊朗呢？但是各位要知道哈，在反对美国的阵营里头，在全世界是俄罗斯、中国、伊朗，再来最近有巴基斯坦，主要是这几个国家有生产厉害的武器，供给那些反美或非美阵营的其他部分国家。所以伊朗自己本身就是生产武器的大国，大家不要忘记。像过去伊朗的无人机，如果不是在乌克兰，大家发现俄罗斯怎么有那么多伊朗无人机，外界都还不知道伊朗的无人机已经可以自己做到厉害这个地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到底中国有没有支援，有没有具体给？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我认为以我们对中国的了解，以及包括中国跟伊朗之间，还是没有像比如说跟沙特啊跟等等那么样的紧密，最多应该是防御性的武器为主。因为防御性的部分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所以现在这种认为，我现在大家都在传闻，主要也是敲碗啦，希望中国除了印巴这个空战之后，让大家看看有没有很厉害的，特别是电战技术，有没有一些体系化作战的，让伊朗可以把以色列或美国打得落花流水。大家也看到中国的新的武器的厉害，毕竟印巴战争已经快要1年了哦，所以主要的原因是敲碗，我想。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